眼见叶晨表情肃杀，眉眼之中也满是杀气，那黑人当时吓得浑身战栗。此刻的他丝毫不怀疑叶晨的警告，如果自己不按他所说，乖乖把子弹吞下去，他肯定会打死自己。可是一想到要把子弹这东西吞进肚子里，他心里也一阵犯怵。吞进去简单，拉出来怕是就没那么容易了。某一个瞬间，他想过是不是在用燃烧天使的名头吓唬叶晨，或者像大多数道上人那样互相盘上一盘，看看叶晨能不能给个面子。一旦对方感觉面子得到了满足，大家便能从一开始的剑拔弩张，逐渐化干戈为玉帛，最后再喝几杯酒下去，那就五湖四海皆兄弟了。这种情况不只是华夏常见，在美国也很常见。关键就在于能不能刚好打中对方心满意足的那个点。可是求和的话到了嘴边，他又不敢说出来。刚才挨了叶晨几个耳光，感觉脸上的骨头都要被叶晨抽碎了，自己苦苦求饶都没用。这种时候要是再多嘴求和，怕是还要继续挨打。就在他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，他身边一个跟班与他想到了一起，于是那跟班便鼓起勇气开口道：这位先生，今天这件事情很可能是个误会，我们燃烧天使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，你给我们燃烧天使一个面子，我们可以带你跟我们老大见面，大家好好说和说和，将来说不定能成为朋友，甚至成为合作伙伴，何必把双方关系闹得这么僵呢？那人见自己的跟班说出了自己的心中想法，连忙激动不已地点头说道：是啊是啊，先生，你看你会功夫，能打还有胆识，我们燃烧天使有人有地盘，我们要是能够达成合作，一定能够大杀四方，你说对不对？叶晨看着那黑人笑了笑，说道：你这小弟挺机灵的，还知道想办法化敌为友。那黑人连连点头，是是是，他一直都很聪明。叶晨笑道：你有这么机灵的小弟替你说话，我要是不卖点面子给他，确实对不起他的聪明才智。那人一听这话，当时激动得快要哭出来，他心中以为叶晨这是真准备放自己一马了。虽然这顿打挨得确实很惨，但起码不用吞子弹这么离谱。只要自己能逃过今天这一劫，回去就把这件事告诉老大。什么化干戈为玉帛，那都是扯淡，一定要抓住机会把他干死，以报今日之仇。就在他自以为叶晨会放过自己，满心憧憬着10倍100倍报复叶晨的时候，叶晨忽然开口道：你以前求神宽恕，神未必会宽恕你们，但你今天求我宽恕，我会给你我的宽恕，你要不要试一试？那人当时激动不已，连忙道：我要，我要，尊敬的先生，我威尔约翰逊恳求您的宽恕。说罢，他满脸期待地看着叶晨，等待着他的宽恕降临。叶晨看着他，微微一笑，高声道：这些子弹生吞确实不那么容易，所以我现在给你我的宽恕。说罢，他直接将子弹捏在手中，用中指和无名指将弹壳捏住，又用拇指和食指捏住弹头，随后他用力一推，几人目瞪口呆地发现，子弹的弹头竟然就被叶晨用2根手指轻松从弹壳中完全推了出来。他们都是帮派成员，常年与枪打交道，平时也试过拆卸子弹的弹头，但致使子弹上的弹头与弹壳的连接非常坚固且稳定，想拆卸就必须要用专业的设备，至少也要用老虎钳拧个半天才行。可是他们想不到，叶晨竟然用手指头就轻松将子弹推开，几人一个个顿时看得瞠目结舌，心里也不禁一阵后怕，手指头都能轻松拔掉子弹头，
这要是真用尽全力一拳砸在脸上，还不把脑浆砸出来？不过几人此时也不明白叶晨为什么忽然要把子弹的弹头拔下来，而且也不明白这与他说的宽恕到底有什么关系。此时叶晨看着那人，扬了扬手中已经首尾分离的子弹，微微一笑，说道：你不是想要宽恕吗？这就是我的宽恕。整颗的子弹不好吞，我给你拆散了，更方便你咽下去。那人整个人瞬间跌入地狱，惊恐无比地盯着叶晨，不敢相信这种话是从眼前这个面目清秀的年轻人口中说出来的。叶晨这时提醒他，对了，别忘了谢谢你的好兄弟，是他帮你争取了这个宽恕的好机会。那小弟一听这话，顿时脸色惨白，看着那人眼神闪躲，同时一个劲地摇头。而那人心里也快恨疯了，早知叶晨玩的是这种损招，自己就该老老实实地吞整颗子弹。毕竟这整颗子弹进去，整颗子弹出来，里面的火药不会在肚子里泄漏。现在倒好，这火药也得自己生吞了。惊恐不已的他看着叶晨，哭着说道：先生，这里面有火药。叶晨点点头，我知道啊，有火药怎么了？那人几乎崩溃，哀求道：火药吃了是会死人的。叶晨表情冷漠地说道：你看你，一看这就是吃了没文化的亏。当初多上几年学，少混几年帮派，你也能知道，手枪的发射药都是单击火药，成分不过就是消化棉罢了，这种东西没什么毒，吃了死不了的。那人惊恐道：我不信，你一定在骗我。叶晨冷笑一声，直接捏着他的嘴，将子弹里的发射药都倒进他的嘴里，一股浓郁发苦的化学味道进到口中，那人舌头被折得生疼，人也被呛得想要咳嗽，可还没等他咳出声来，叶晨又将弹头和弹壳也塞了进去，同时用力扣住他的下颚，让他完全张不开嘴。随即叶晨面无表情地说道：你最好老老实实地把弹头和弹壳吞掉，不然一会儿嘴里越来越多，你还咽不下去的话，我就用棍子帮你捅进去。说罢，叶晨单手从弹夹中又退出一颗子弹，然后用同样的方式轻松将弹头拔了下来。那人吓得魂不附体，他现在终于明白，跟叶晨没有半点讲条件的可能。一旦试图讲条件，不但得不到任何宽恕，反而会遭到他的加码。他也知道叶晨根本不可能轻易放过自己，今天自己想活着离开这家烧鹅店，离开唐人街，唯一的办法只能完全遵照叶晨的一切吩咐。想到这里，崩溃的他只能咬着牙，拼命将金属制作的弹头和弹壳吞入腹中。没等他将一颗弹头吞完，叶晨又捏开他的嘴，将另一颗子弹的火药也尽数倒入他的口中。其他几个跟班看了一阵心悸，惊恐的同时，也不禁在心底庆幸眼前这个黄皮肤的煞星，并没有将如此残忍的手段用在自己身上。可就在他们内心松一口气的时候，叶晨忽然开口道：你们其他所有拿着枪进来的人，也都必须给我把枪里的子弹全部吃掉，谁敢不服从，下场就跟他一样。另外，我的新频道历史印记馆已上线，欢迎观看订阅。